知道在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大城市里面最难嫁的是哪些姑娘吗？就是那些35岁以上条件特别好、特别优秀的，甚至还长得挺漂亮的姑娘。因为你年薪100万，有车有房，高学历、高颜值，你一定想找一个各个方面都配得上你的男人才对，是吧？年龄呢太大了也不太行，长得丑的呢不太行，年收入不如你的那更不行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年收入高于你的，长得也不错的，年龄还跟你相仿的男人，他们几乎不会选你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大把比你年轻漂亮的姑娘可以选择呀，他为什么要选你呀？他能从你那儿得到什么好处呢？你的钱又不会给他花生小孩也是高龄了，你那么漂亮35岁了还没有把自己给嫁出去，多少有点问题不是你太挑剔，就是你太作了，不是生理有问题就是心理有问题。他们能想到的一定就是这些原因这些大龄女生当中的漂亮女生都不太好找了还别说那些长相普通但是收入又比较高的大龄女生。你如果跟她的要求差不多，那你找到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所以呢，你们现在除了要降低条件要求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了。全网的红娘都没有危言耸听，关键的是你们得听得进去才行所以在这里要告诫那些28岁以下的女生们一定要抓紧你们择偶的黄金年龄，尽快找到另一半，不要太挑剔。等你们过了这个年龄真的就没有太多的选择权了。大家说呢？是不是这样？觉得我说的对的留个星星再走吧。现在的二婚低换女真的是很多。最近呢，有一位准备二婚的女人来找我介绍对象。她说自己的要求不高，硬件条件方面只希望对方有车有房，有个稳定的工作，收入正常就可以了。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她一定得对自己的孩子好，视如己出也舍得给自己花钱，物质上不能太吝啬了，喜欢大大方方的男人。女人呢需要的都是仪式感，所以不能因为是二婚就糊弄她。节假日呢买礼物这些都是应该的是需要的。她说呢，希望对方是一个知冷知热、细心周到的暖男，希望对方能够多一些时间陪伴自己，一起呢逛个商场呀，吃个美食散散步看看电影那种既浪漫又幽默的男人是最能吸引她的。她呢说着说着这眼神都开始迷离起来了说自己对于浪漫的男人是没有抵抗力的。我接下来说的一番话真的是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我说你就别幻想着这种浪漫的爱情故事还能发生在你的身上了咱们现实一点30多岁的人了，都快奔4了。我告诉你二婚的男人根本就不想跟你搞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男人只在意你什么时候跟他去308研究一下人体表皮学，什么时候你能把你的骨盆献出来，理解吗？你要是跟他说你很慢热他估计立马就放弃你了，追求下一个目标。如果你不想跟他在一起，就别浪费他的时间，明白吗？如果你喜欢人家，就别磨磨唧唧的你也得拿出点诚意来，别在那儿拐弯抹角的向人家要礼物啦，要金钱啦，要诚意啦，考验观察指标一大堆。你又不是20几岁的小姑娘了，不谙世事。既然都是二婚了，一切都是要落在生活上的实际一点哪个二婚男人天天给你搞浪漫呢？再说了，现在男人人家也成长了人家也不是傻子，他们不会一上来就拼命给你花钱的。那些男人花了钱，结果女人又跑路了的事儿还少吗？咱毕竟不是20几岁的小女孩了男人没有必要在你身上花时间、花精力还花钱去追求你，知道吗？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了。关键是女人的年龄才是价值年轻才是财富这个道理你要懂。岁数一大把了还不现实点想法做事咱稳重点低调一点行不行？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有一个男人条件不错离过婚的能看上你那都是运气不错了，知道吗？咱就别在这儿提一大堆的条件了，审一审吧，行吗？你们说对不对？今天我和一个93年的女生对话你们来听一听她是怎么说的。她说我想找一个年纪比我大10岁以上的男士，必须事业有成，资产过亿。我希望他能够成熟稳重，有一定的阅历，能够带领我呢走到更高的层次，教我人世间的人情世故，带我看尽这世间繁华，有一定格局的人。
最好我们的思想认知呢能在一个频道上，希望他能包容我的幼稚和无知啊，能够照顾我和理解我，并且在金钱上呢也愿意为我付出的人。不喜欢那种大男子主义、封建思想、顽固守旧还抠门小气的男人。最好我们有趋同的消费观。最后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不想要孩子的。于是我就很好奇地问他，那你能给对方带来什么呀？他想了想说，我年轻貌美学历高啊。然后我就问他，那还有吗？他居然回答不上来了。你们说啊，可笑不可笑吧？于是我就跟他说，首先你的年轻貌美能维持多久？这个是随着时间会快速贬值的东西，你知道吗？其次呢，你有点太自信了。你觉得一个事业有成、资产都过亿的男人会喜欢一个思想很幼稚又不懂人情世故的女人吗？一个比你大10岁以上的成功男人啊，他的思想认知能跟你在一个频道吗？如果他的认知水平跟你在一个频道，估计他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了。我看啊，你是不是电视剧啊看得太多了？我告诉你啊，现实中并非如此的。那第3点呢，你想嫁给有钱人，还不想给他生孩子，他辛苦打拼多年攒下来的财富，只是为了等你的到来吗？亿万资产不需要有人来传承的吗？辛苦打下的江山不需要后人来守住的吗？你咋就这么天真呢？你这都不叫天真，我只能说你太自私了。说了半天对别人的要求，想一想，在提这些要求之前啊，首先问问自己能给对方带来什么，你对他而言价值是什么？你想清楚了你再来，好吗？别在这白日做梦。你们说他是不是有病啊？最近呢，有一个粉丝问我啊，他说有多少女人离婚之后呢又想复婚的？其实这样的人啊还是不在少数啊，只不过呢要看他的运气怎么样了。之前我接待过一个45岁的女博士啊，事业有成，风韵犹存。她离婚了，带着16岁的女儿一起生活。她刚来找我的时候心气儿特别的高，要求找一个学历跟她差不多的，形象气质也得不错的，并且只接受比自己小5岁和大5岁之间的男士。身高必须得180以上啊，当然经济条件更不用说了啊，得有多套房产和7位数以上的存款。她觉得自己的条件很好，所以呢配得上这样条件的男士。她说她的前夫比她大15岁啊，现在呢自己正当年，但是老公已经太老了。虽然对自己也挺好的啊，而且知识还挺渊博的，内涵也很丰富啊，谈吐也很高雅，但是就是身体不太好啊，思维啊可能守旧了一些，总之在各个方面啊都跟不上了。所以呢她提出了离婚。这位客户啊，虽然我匹配起来非常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客户啊，所以我尽心尽力帮他找。刚开始啊，他选人到了极致挑剔的程度，除了对方是博士学历之外，还要看对方的本科在哪儿上的啊，如果不是基本的名校啊，似乎也入不了他的法眼。又或者呢不是高级领导层或者大老板级别的啊，也是不成。总之呢挑来挑去的啊，结果是什么呢？那些能达到他全部要求的男士确实是有的，但是无一例外全部都拒绝了他，有的连面都不愿意见。后来呢他就把条件啊稍微降下来了一些啊，说要不然呢就找一个年龄比自己小一点的，条件呢也不如他的啊，但是呢那必须得长得好。于是呢我还真给他匹配到了一位这样的男士啊，1.80米的身高，硕士学历啊，在一家金融机构呢做管理的，也是离异的，比他小5岁。可是啊他们大概交往了半年啊，这个女士呢又过来找我了啊，说这个还是算了啊，不想继续交往了。我一问才知道啊，她说这个男士呢倒是愿意跟她结婚，对她呢也不错，唯一的问题就是啊，对方收入不高，消费方面根本跟不上她的档次，两个人出去吃饭也好，旅游也好，都是女士在掏钱。刚开始呢她是处于好感啊，都不在乎，但是时间一长啊，她就觉得这个男人除了这个皮囊啊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吸引她了。而且呢她越来越感觉这个男人就是想吃软饭的。因为最近有一次啊，这个男的接了一个项目啊，想让他呢投资几百万。虽然这些项目的真实性呢他背后做了调查，确实是真实的，但是他觉得对方的胃口太大了，如果投个10来万啥的啊可以帮一下，这么多钱啊他是不会投的。但是两人的关系突然陷入了尴尬，于是呢他就结束了跟这位男士的交往。经过这一次啊，他还是希望能找个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可是后来呢我又陆续给他介绍了几位，又是一样的啊，被人家拒绝了，全部都被拒绝了。就这么着啊，折腾了大半年，他终于累了，开始想念他的前夫，想念之前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了。他觉得呢前夫除了年龄之外啊，哪儿啊都比这些人强100倍。
但是大家觉得她的前夫还能接受她回到身边吗？我发现啊，最近有好多的男生啊，他宁愿去花钱洗脚，他都不愿意谈恋爱啊，说太费钱、太费劲还太费时间。我知道他们其实也不是真的不想谈，主要的是觉得现在的女生太难伺候了啊。前几天有一个男生跟我说啊，相亲刚认识的姑娘啊，加了微信之后要求从早到晚的聊天啊，回复慢了啊，人家就不高兴，问是不是在跟其他的女生聊天啊。上下班不管多远的距离都得去接送她，约会呢就更不用说了，必须车接车送啊，简直就把自己当个司机。我花100-200块钱请他吃饭，他嫌我抠门啊，我给他发低于520的红包，他嫌我没诚意，因为我没有给他买贵的包包鞋子，他就说我是穷鬼，没钱还出来谈什么恋爱。要是哪句话说的不对，人家转脸就不理你了啊，还得去想办法哄啊，不哄啊，人家就说咱俩不合适啊，真是很头疼。现在是不是又进入了母系社会了？一切都得围着他们转。可是如果我把这些钱花到我自己的身上啊，不知道多爽呢。现在我也干脆啊看淡了。以前在校园里边的时候啊，还能想着追求一份纯粹的爱情。现在这些社会上的女孩啊，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现实，没啥意思。我现在都不再要求一个女生她能真正的爱我，她只要懂得尊重我，能够对我好就行了。能过到一起会过日子啊，不是那种成天的嘴里就喊着礼物喊着钱的女人，不就行了吗？啊，两个人啊能踏实的在一起过日子就好了。但是我觉得我认识的女孩里面具备这种能力的几乎都没有。娶个老婆要看一辈子啊，要在一起几十年，如果德性太差的话啊，真的是入不了心。所以我现在宁愿花钱去旅游，去享受服务啊，能看得到享受得到才是真的。我也不会失望，也不会痛苦，因为随时都有人做得比他更好嘛。我现在不强求非得一个人一直陪着我啊，我更想把我的精力呢用在挣钱和享受生活这件事上，把钱花在有结果的事情上，这样不挺好的吗？你们觉得他说的对吗？